妻子和女儿被绑架到了8楼的天台上，歹徒当着丈夫的面要推下去其中一人。韩思正，现在就看你自己怎么决定了。用筷子扎瞎右眼，我就推下去你的女儿，保住你老婆；要是扎瞎你自己的左眼，我就把你老婆推下去，保住你女儿。快想想吧，你只有1分钟的时间做决定。要是不肯动手的话，我就让他们同时下去，摔成肉饼。这是一个夏天的中午，这位丈夫韩思正是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之后赶过来的。求求你，等一下，总得说明白吧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们一家哪里得罪你了？歹徒用2只大手分别紧紧抓住母女俩的脖领子。得罪？要是有得罪那么简单，你们一家3口今天就不会在这儿见面了。你自己做过的事情难道不记得了吗？韩思正此时方寸大乱，因为他看得清楚，这个歹徒双手握刀，同时揪着自己的妻子郭美玉和女儿韩玲玲的衣领。那尖刀闪着寒光，刀刃就紧挨着母女俩的气管和大动脉，要是稍微一动，就会血光崩现，要了他们的命。另外，母女俩全身被绳子捆得紧紧的，像是俩粽子一样，胳膊腿都动弹不得，仅仅半步之遥就是天台的边缘，不用歹徒用力推，只要他一松手，韩思正的妻子和女儿就能从那儿掉下去。8楼足够要人的性命了。这位大哥，有什么话咱好好商量，我是真的一时想不起来了，咱俩好像并不认识吧？您会不会是认错人了呀？这句话把歹徒给惹恼了，他拧眉瞪眼，双手不自觉一用力，刀刃就把韩思正女儿玲玲的脖子压出了一个浅浅的口子，鲜艳的血液染红了钢刀。韩玲玲疼得嘴角抽搐，面部肌肉扭曲，孩子愣是忍着没敢叫唤。韩思正，你好好想想，8年前你做过什么？有没有害过人？哎呀，韩思正心里咯噔一下子，他就想起来了。糟糕啊，糟糕！难道这个歹徒是他？他不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吗？这是被释放了还是跑出来了呀？莫非你是宫二进？呵呵，想起来了，正是爷爷我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快点做选择吧，是扎瞎自己的左眼还是右眼？最好你是2只眼睛一块扎，省得他们得死一个。说这话，歹徒宫二进看了看手上的郭美玉和韩玲玲这母女俩。原本韩思正与这个宫二进并不认识。8年前的一天晚上，韩思正下夜班路过一个小胡同的时候，忽然听到有人喊救命，声音很低沉，一听就是嘴巴被人给捂住之后在拼命挣扎。不好，听声音是一个女子，估计是被人抢劫或是非礼。顾不得多想，韩思正快步向声音传来的方向跑了过去。因为天太黑了，没什么光线，到了近前也只能看到2团黑影正在纠缠。住手！韩思正一声大喊，一是震慑一下坏人，另外也给自己壮壮胆子。这一招还真灵，2团黑影的确是一个坏人正在非礼一位姑娘。那坏人正美得不得了，以为就要得逞了呢，被这突如其来的大喊声给吓得一哆嗦，身体一软，差点倒在地上。当他看到喊住手的只有1个人的时候，这家伙可就朝韩思正扑过来了。坏人身强力壮，韩思正瘦小枯干，根本不是对手，眼瞅着就要被打趴下了。坏人扑通一声，自己倒在了地上。原来是被救的姑娘捡起一块砖头，用力砸在了坏人的后脑勺上，把他给砸昏了过去。那个坏人就是现在的歹徒宫二进。当时韩思正和被救的姑娘一起将宫二进扭送到了派出所。做完笔录，天已经快亮了，韩思正与被救的姑娘就分别回了家。后来韩思正慢慢就把这事儿给忘到脑后去了。宫二进本来也是个普通工人，下夜班偶遇一个姑娘正在走夜路，宫二进一时起了淫心，干了坏事，可以算是强奸未遂。可倒霉就倒霉在前不久接连发生了几起奸杀案，
正愁抓不到凶手呢，宫二进就成了最大的嫌疑人，最终被判了个无期徒刑。现在妻子和女儿都命在旦夕，韩思正万般无奈，就打算刺瞎自己的双眼。他抬起双手看了看手里的2根竹筷子，这筷子是宫二进事先给他准备好的。韩思正一狠心，就把筷子向着自己的双眼扎下来了。停手，不要！妻子郭美玉和女儿韩玲玲几乎同时大喊，制止他们的丈夫和父亲：别扎，扎瞎了眼睛，这坏蛋也不会放过我们的，你快跑吧！韩思正心想，我怎么可能逃跑呢？哎呀，不过要扎瞎自己的双眼还真有点下不去手。而此时的宫二进已经是很恼火了，他瞪大的双眼布满了血丝。韩思正，你以为老子是跟你说着玩的吗？你来看！说着话，宫二进用手往外一推，韩思正的女儿玲玲便掉下了高楼。玲玲，玲玲！韩思正声音嘶哑了。宫二进，你等等，我这就扎瞎眼睛，求你放过我老婆！说话同时，手上的筷子就扎向了自己的右眼。停手！妻子郭美玉高声大叫，不要伤害自己，我不用你管。韩思正又犹豫了，但是这回因为惯性的作用，手已经停不下来了。妻子的叫喊声让他心头一动，手就这么一哆嗦，筷子扎偏了一点，正捅在下眼眶上，顿时就是一个肉坑，血也冒出来了。与此同时，妻子郭美玉也被宫二进给推下了高楼。这下韩思正可也真急了眼了，既然妻子女儿都摔死了，我当然也不在乎死活了。怒吼一声，韩思正就朝着宫二进扑了过去，他想把对方也推下高楼。宫二进身材魁梧，哪能惧怕韩思正啊？哈哈，来得正好，一个箭步迎上去，双手举刀，噗噗，2把刀都深深地扎进了韩思正的肚子里。韩思正大瞪着俩眼，就倒在血泊之中。宫二进早就活够了，他觉得大仇已报，于是就回头纵身一跃，跳下楼去。结果没死，身体落在了一片软乎乎的东西上。原来啊，就在韩思正被歹徒宫二进逼迫的时候，已经有人发现了他们，并及时报了警。消防队和急救车都是悄悄赶来的，在楼下准备好了几个消防气垫。郭美玉和韩玲玲母女俩当时都是侧着身，斜着眼睛，已经看清楚了楼下的一切，所以他们才那么着急地对着韩思正叫喊。而宫二进一直面朝韩思正，背对着楼下，对楼下发生的情况一无所知。越狱出来报仇的宫二进被戴上手铐，再次入狱。不过他之前的案子也已经得到了重视，重新进行调查了，法律自然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裁决。韩思正流了很多血，好在没有伤到内脏，住院一段时间便康复回家了。韩思正与妻子郭美玉、女儿韩玲玲在经过这件事情之后，都更加珍惜家人了，他们重新开始了幸福的生活。